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马上就到冬至了，冬至到过大年前是家家户户做腐乳的时候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每次过年前，村里人都会做豆腐，豆腐通豆腐，寓一年都有好福气。做完豆腐还会自己做腐乳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秘制豆腐乳的做法，不用发酵，不用长毛，放2年都不会坏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。首先准备半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化开，然后把豆腐放进来搓洗一下。洗的时候动作要温柔一点，把豆腐的每一个面都要清洗干净。洗净后，准备一块厨房纸巾，盖住豆腐的表面，像这样轻轻地按压，将豆腐表面的水分充分地吸收干净。在吸收豆腐表面的水分时，力度一定要轻，动作要慢一点，每个表面的水分都要给它吸收到。因为如果豆腐表面有水分的话，豆腐乳就很容易坏掉。接下来准备一把无水无油的菜刀，将豆腐先切成片，厚度大约在2厘米左右。豆腐的营养元素很丰富，有优质蛋白、高氨基酸、不含胆固醇的不饱和脂肪酸、碳水化合物、钾、钙、镁等无机盐、各种维生素等。据测定，每100克豆腐就含有119毫克磷，吃豆腐还可以补充磷，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腐，对我们身体好处很多。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小方块，全部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把切好的豆腐块直接放入蒸锅中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豆腐块中间要留一点空隙。将豆腐蒸一下，可以消毒，还可以去除豆腥味，并且蒸过的豆腐韧性非常好，不容易烂，吃着口感也好。豆腐乳也叫腐乳，酱豆腐是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美食，因为它的口味独特，营养高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全部放好后，再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分钟，接着另起一锅，倒入少许菜籽油，开大火把油烧热，放1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将热油倒入1个碗中，放凉待用。这个时候豆腐已经蒸好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把豆腐放一旁晾凉备用。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碗，往里边倒入100毫升的生抽，再倒入100毫升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，白酒就选那种最普通最便宜的就可以了，这样的白酒用来做豆腐乳是最好的。白酒和生抽的比例是1:1就可以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生抽可以给豆腐乳提前上色，高度白酒可以对豆腐乳进行杀菌，延长保质期，还可以使做出来的豆腐乳有淡淡的酒香味，口感也会更加的细腻。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个干燥无水无油的盘子，往里边加入辣椒面，喜欢吃粗的就倒粗的，喜欢吃细的就倒细的。我这里准备了2种辣椒面，一种是这种粗的，它的特点就是香而不辣，另一种是比较细的，相对来说会更辣一些。辣椒的品种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来决定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想要做出来的豆腐乳保质期长，我们这里可以多放一些食盐，延长豆腐乳的保质期，可以保证豆腐乳不腐坏。再加入1勺白糖提鲜，加入适量的花椒粉，如果口味比较重的，这里还可以多加一点花椒粉，再加1勺胡椒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将所有的调料都充分融合在一起。如果口味比较轻的话，就少加一点花椒粉和胡椒粉。
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耐高温的保鲜盒，先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放入蒸锅中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利用水蒸气的高温给保温盒消一下毒，这样可以延长豆腐乳的存放时间，大概蒸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后把保鲜盒取下来放凉备用。现在豆腐块已经放凉了，把它放进生抽白酒里泡一泡，让每一块豆腐都完全的浸泡在里面，大约泡30秒左右，让豆腐块在里面多翻滚几下，让豆腐块充分的吸收白酒和生抽。再将泡好的豆腐块放进辣椒里面，使豆腐的几个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辣椒面，让豆腐块在里面多滚上橘圈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先放入盘子里边备用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这会我们的保鲜盒已经放凉了，这里千万不要用塑料容器哦，那样做出来的豆腐乳就会有怪味，并且保质期不长。将裹满辣椒的豆腐块放进来，全部放完后，再淋入刚才放凉的食用油，这样能使豆腐乳隔绝空气，增加豆腐乳的保质期。再来盖上一层保鲜膜，保证它的密封性，这样不能进入空气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在干燥阴凉处，密封上7天就可以吃了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豆腐乳口感细腻，香气扑鼻，喝粥吃米饭的时候放上一块，香辣过瘾，特别的开胃下饭。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卫生，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，吃起来也会更加的放心，不用发酵，也不用长毛，吃起来对身体更健康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